这个女孩近视4个月，身体居然毫无变化，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在爱尔兰的某个小镇，一个名叫丽莎的女孩，在她11岁生日那年开始近视，但4个月过去依然活得好好的。于是丽莎被称医学奇迹，没有医生能解释这种现象，人们称丽莎是神的化身，家里的访客络绎不绝。很快，丽莎的事迹闻名海内外。女主莱特是名护士，她被受命去调查丽莎事迹的真伪。她与一名修女轮班，为期2周的监测。如果2个星期内丽莎的身体没有出现问题，就确认这种超现实事件的真实性。莱特一开始并不乐意，他一个科班出身的大学生竟然要参与小镇的封建迷信。但酒吧老板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主意。酒吧老板说 ：“Backward village. Didn't you nurse in the Crimea?" That's exactly my point, Mr. Ryan.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nursing. You're being paid handsomely to sit on your backside for a fortnight. I'll pay you to sit on my More backside. than you. 莱特被说服了。第2天，他就来到丽莎的家中。此时他正接待客人，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每个人都不会空手而来，至少也会留下1枚硬币留下来过的痕迹。莱特上楼后给丽莎检查身体，发现丽莎并没有营养不良的情况。随后2人进行简单的交谈，丽莎的谈吐让莱特有些诧异。他表示近视是被神赋予的力量。之后的进餐时间，丽莎果然一口饭都没吃，且嘴里不停地念着圣经。之后就到了换班时间，修女来了后，莱特上楼休息。奇怪的是，莱特在房间拿出1双婴儿鞋，似乎也在做某个仪式。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也是有秘密的人。第2天，莱特继续他的工作，但在去丽莎家里的路上发现很多墓碑。丽莎母亲表示这是他儿子的，他很疼爱儿子，但他在2年前就死于疾病，看来也是有故事的人。莱特来到丽莎的房间进行搜查，主要是想看看她有没有在房间偷藏食物，结果啥也没发现。莱特百无聊赖继续与丽莎聊天，丽莎的谈话内容依旧很玄幻，还聊到了圣凯瑟琳和小耶稣的神秘婚姻。莱特对这种内容并不感兴趣。之后，丽莎依旧接受媒体的采访，用词也越来越夸张，就好像她真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不久后，一名来自伦敦的记者威尔找到莱特，他想为丽莎写一篇报道，希望莱特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莱特并不喜欢这位记者，因为现在一些记者为了蹭热度夸大其词。莱特本能地认为威尔也是这样的人，于是拒绝了他的请求。莱特走后找到丽莎家的佣人，询问关于丽莎的情况，但佣人闭口不言，表示自己只是佣人，对雇主家的事一无所知，语气上对莱特并不友好，似乎也在隐藏着什么秘密。莱特回到屋里继续对丽莎进行观察，这次他在丽莎的房间看到她哥哥的毛发，莱特猜测他这是对哥哥的思念，也让莱特感受到丽莎也有正常人的感情。之后的几天里，莱特除了与丽莎的家人、修女有所接触外，几乎都与丽莎在一起。他也确实没见过丽莎吃过任何食物。他开始怀疑，难道世上真有人不靠食物而活吗？这时，记者威尔再次找到莱特，他不是想蹭热度的，而是与莱特一样，觉得这一切都是在作秀，以此来博热度，增加小镇的名气。他想让莱特给他机会与丽莎接触，就会有办法让丽莎说出实情。但威尔是外人，他们不可能同意他与丽莎接触。不过威尔的这些话点醒了莱特，难道问题是出在那些看望他的人身上吗？接着看望的由头给他送吃的。于是莱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斩断丽莎与父母及外人接触的机会，以此来验证猜想。没过多久，丽莎牙齿脱落，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就此，莱特总结出近视成仙就是一个谎言。莱特找到威尔商量对策，但是没有充足的证据，他并不好报道。他的意见是，证据让丽莎自己主动说出来。于是莱特找了个由头，将丽莎带出野外。丽莎对外界的事物感到很新鲜，威尔送她的小礼物让她欢喜不已。从她这些小行为来看，她就是普通的乡村小女孩，但提到近视成仙这事，她却闭口不言。这种说法在她脑海里已经根深蒂固了，丝毫没有透露半点口风。每天睡前还让家中的女佣诵读圣经。莱特不明白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小女孩身上。现在他们的谎言被莱特戳穿，但他的父母却死扛，宁可看着丽莎每日消瘦，也不愿意谎言公告天下。如果是这样，小镇会民意受损，他们也将被赶出小镇。莱特找到牧师帮忙，让他说服他父母给丽莎吃饭，但牧师却让他不要管了。Nurse, please, don't make a diagnosis. You're paid to watch, not to intervene. You're neither the girl's mother nor her physician. You're overstepping, madam. 莱特没办法，只好找丽莎谈谈。他将自己的发现全告诉丽莎，企图让丽莎自己说出实情。随着丽莎的心理防线被攻破，终于说出一件让人心惊的事情：
原来是母亲不让他吃饭，而且在他9岁那年，以家族传统为由，让他与自己的哥哥通婚。结果结婚没多久，哥哥就患病身亡。母亲认为是丽莎害死哥哥的，于是让他及时谢罪，超度哥哥的在天之灵。从丽莎的言论及他母亲对哥哥的态度，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但丽莎对母亲言听计从的主要原因还是她已经爱上自己的哥哥，所以母亲让她做什么，她都心甘情愿。莱特惶恐，封建迷信已经深入这个女孩的骨髓了。没办法，莱特只好向委员会揭穿这个谎言。近视升仙就是一个谎言。丽莎表面上看没有吃食物，实际上都是她母亲以亲吻告别的方式，将事先咀嚼好的食物送到她的嘴上，以此来满足她所需的营养。但莱特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服委员会，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不仅如此，神父还表示莱特在说谎，将一个护士带到这里就是大错特错的行为。随后，他们还叫来丽莎一家人当面对质。不用质疑，丽莎家人肯定会否认。自此，莱特的计划宣告失败。从丽莎欲言又止的表情上看，他对这个结果也不满意。不过从此事后，丽莎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眼看她就要被饿死了。莱特决定要将她带离这个小镇，给她一个崭新的生活。你一定很好奇莱特为何这么做。原来莱特曾经有个女儿，但只活了3个月就夭折了，这也是为何开头他会拿着一双婴儿鞋做仪式的原因。所以他对女孩格外怜惜。于是莱特找到威尔，希望他的协助，因为目前只有威尔赞同他的观点。他的计划是莱特负责将人带出来，他负责将人带走。但是威尔表示这已经构成绑架罪，是要坐牢的。莱特坚持自己的想法，好说歹说，威尔终于答应了。不过莱特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如何说服丽莎跟他离开呢？不得不说莱特非常机智，他告诉丽莎，你马上就要去见上帝了，到时你对哥哥的救赎就算完成了，上帝也会对你给予恩赐，等你醒来时就能用全新的身份过完余生。对封建迷信深信不疑的丽莎同意了莱特的说法。随后莱特将丽莎带出野外，做了简单的仪式，就回到丽莎的房间，一把火烧了房屋，还将自己保存已久的婴儿鞋一同烧毁。这也意味着莱特与过去和解，他也会将丽莎当成自己的孩子养。接着莱特向委员会做报告，并伪造了丽莎的死亡报告，表示丽莎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心脏衰竭而死，因为抢救的时候不小心打翻油灯，造成了这场火灾。令莱特没想到的，委员会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丽莎的死对他们来说反而是好消息，因为莱特拆穿谎言，如果被发现是因为饿死的，委员会及丽莎的父亲就会被判欺诈罪。现在丽莎被毁尸灭迹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之后报纸报道，丽莎因意外死亡，她的父亲及村子都没有受到影响。死后的丽莎依旧留有美名，她还是大家心中的圣母，每年都会有人来祭奠她。而真正的丽莎已经改名夏娃，生活在伦敦，与莱特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结局里导演又给我们玩了一把反转，原来偷偷给丽莎进食的不是她的父母，被封建迷信影响的父母是不可能给她进食的，真正帮助她的人是他们家的女佣。以上就是2022年最新电影《神迹》的故事内容，关于反宗教反玄学的救赎故事。